嗨，你好，我是智辉，好久不见。我们的频道9万了啊！今天呢是在云南的大理洱海边上跟大家拍这个频道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宗旨。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用这种比较随意的方式跟大家聊聊天啊。我们频道也4年了，今年到12月份就4年了，那还是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今天呢就把我们这最近一段时间来4年的一点经验，也是总结了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还记得的时候，我们频道只有200订阅的时候，就有小伙伴关注了我，一直到现在还每次在底下给我留言，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我们有今天全靠看视频的你啊。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那智慧这个频道从2019年的12月10号到今天呢，已经有400、500多期视频了啊，陆陆续续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网上赚钱的一些经验，主要的还是一些观念的一些改变啊。今天在洱海边上，大家看到也是人来人往的，好怕自己等一下射死了，没关系了，随便聊一聊啊。那直到昨天呢，我们频道刚刚到9万啊，可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到年底之前，我们就会冲到10万啊。那个时候给大家抽一个超级大礼啊！我们一直来的铁粉，人人都有份。今天呢，我们还是聊一下跟赚钱相关的啊，这毕竟是我们频道的一个宗旨。这4年来呢，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变化更多的就是智慧的一个是生活状态啊，再一个就是生活的一个心态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先讲这句话啊，我们一开始智慧呢创办这个频道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来开始做视频的啊。那如果还不知道的话呢，应该翻一下我们之前拍的那期关于智慧经历啊，38岁之前没有赚到钱的那个经历，可以去看一下啊。那时候确实是负债累累啊，最多的时候负债了有将近40万吧，那信用卡也是一大堆啊。直到现在呢，生活发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记得我们频道在2万不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把所有的负债全部还完了，大概有7张信用卡，还有华北、借呗，还有那个蚂蚁各类的，你们能知道的我都知道。最近呢，非常流行一句话，叫做生活中85%的痛苦都来源于上班。其实也不得不说，到现在为止啊，能够坚持到现在，但是心态确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钱还完了，有时候就会有些惰性。之前的3万之内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每周会更新3期到4期啊。那现在确实会懒，有时候真的会懒，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动力啊。那可能也确实是没有压力了啊。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到处去旅游啊，然后来拍视频啊，基本上做这样一件事。那7月25号的时候就正式跟之前的老公司就解约了。那现在基本上就处于一个完全的自由的一个旅居的一个生活状态啊。我去哪边我就去拍视频，然后呢那做这个频道呢，基本上都是一个人自己在创办里边相关的一些事情啊。有一句话讲得非常非常好，我也特别认同。你如果去创业啊，你创业成功了啊，你的朋友会很开心啊。但你如果创业失败了啊，你的朋友会更开心。我生活中呢，99%的烦恼都来自于金钱细微的一些变化。第一个生活变化，那生活变化紧接着带来的就是心态的一些变化。那这么久以来呢，有几段话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观念呢，可能跟你们平时接触到的一些不太一样。你们经常都会听到说，朋友多了路好走，要多交朋友。那我智慧想说的就是，朋友越少，日子越好过啊。其实没有人在乎你的死活的，好吧？第二点呢，就是金钱可以解决99%的烦恼。整天喊着说好痛苦啊，好烦恼，生活中烦恼太多了，有钱就基本上全部可以解决。不要去做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啊，在没有别人特别的求助你的时候，不要去做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啊。你越热心，帮助的人越多，你的烦恼就越多。冷漠可以省去你80%的烦恼。你没有钱，你没有本事，啥都没有，谁都会欺负你啊，包括你的父母都会看不起你。所以
我一直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现在不要整天去想太多的一些东西啊，就是一件事，就是搞钱。不要总是觉得说，哎，别人都有钱，我为什么没有钱？别人都可以那么富有，为什么没有富有？不要去讲公平啊，公平都是讲给弱者听的啊，真正的强者不会去天天讲公平不公平的，他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公平。所以呢，只要你赚到钱，才是王道。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就是我们真实的世界观。那很多小伙伴都在留言说，哎，辉哥带一带吧，辉哥我应该怎么做？我们的微信上还有电报群上，经常有小伙伴给我私信发这些东西。送你几句话吧啊，第一个呢，所有的同学会一律不要参加，没有任何意义啊。再一个呢，就是朋友亲戚借钱能不借都不要借啊。你很多事情不要去当一个老好人，你要去学会说不啊，不要为了别人的一些所谓的面子啊，把自己委曲求全啊，天天搞得痛苦的要死啊。你的精力和你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不管你的微信还是其他的一些社交软件里边，长时间不联系的，包括你电话通讯录啊，不联系的都是无效社交啊，该删就删，全部删掉，没有任何意义。赚钱呢啊，有钱呢，并不是说可以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赚钱呢，至少让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讲到这里呢，其实有很多人就会在底下，哎，你一个几万粉丝的一个 YouTuber， 你爽什么？你屌什么？你有多少钱呢？你有马云有钱吗？你有比尔盖茨有钱吗？讲这个，我是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观念啊，可以跟大家这样讲，其实我一点都不在乎什么马云啊，有几千亿啊，比尔盖茨有几万亿啊，妈，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我也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很好，我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想干嘛我就干嘛，啊，我一点都不羡慕他们，他们有几万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吧？我也觉得自己很有钱，啊，至少我没有说因为在什么时候要买什么东西，发现钱不够啊。其实我自己对物质生活是一个比较看淡的一个啊，没有特别高的一些物质要求。但是至少让我来感觉非常爽的一件事就是，至少我现在不想做什么我就不做。有时候呢，还是要给自己有点压力啊，有点压力来做一些事情。但你那个方向要是对的，一定是跟赚钱相关的一些事情啊，跟赚钱不相关的一些事情，不要给大家太大压力，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比如说工作。工作算了吧啊！不要听老板跟你讲，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我告诉你，压力产生不了动力，压力只能产生病力啊！你工作那个破玩意儿弄久之后，只会让你自己生病。等你真正身体垮的时候，这公司觉得你就没有价值了，你对公司没有任何价值了，那个时候就会有个东西叫做劝退啊，就逼着你离职啊，逼着你辞职之类的。这就是工作，工作创造不了财富，工作只是让你有饭吃，有地方住。啊，工作赚不到钱，啊，这是我一直以来给大家讲的一个观念。我可以这样讲啊，真正赚钱的行业，真正赚钱的一些事情很轻松，啊，超级轻松。那大家在 YouTube 上还是在别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微博也是啊，很多人关注了非常多的一些博主，非常多。我这边给大家建议就是，大家不要去关注太多的一些没有用的一些博主，在娱乐方面不要去花太多的一些精力，太多的一些时间，那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那完全在消耗你。天天抖音你翻个10年，你也赚不到1毛钱啊！短视频你翻再多也是赚不到1分钱的。包括你在推特上那些整天拉你去做合约，整天拉你去贷款、去做杠杆那些人，全部拉黑啊，全部删除。我虽然也在教大家做数字货币，但是杠杆跟合约不要去碰啊，不要去碰，那个跟赌博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不是说赚不赚钱，那个玩意儿会把你的心态就玩崩了。我呢也是一个过来人啊，就是跟我们看视频的80%-90%的小伙伴都是一样的啊。我也是从基层做起的，我也是从工厂打螺丝做起的啊。那现在这个状态呢，不是说有多少钱，只是说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啊。我自己非常感觉到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那希望大家呢也是在接下来尽量朝一些方向去努力一下，尽量朝一些方向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坚持一下啊，不是说一定有多辛苦，你做个博主你有多辛苦。很多人不知道说，哎，之后其实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啊。那有一句比较操蛋的话是这样讲的：30岁之后，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一技之长，那如果说你没有特别牛逼的一些本事啊，那30岁之后在 YouTube 做个博主
为什么一直说让大家在 YouTube 上做博主呢？我自己亲测过，你们所知道那些头条啊、西瓜呀、西瓜视频啊、抖音啊、视频号，我都玩过啊。我抖音最多的时候，我也做到了几万粉丝，做到了反正观看量每天都有10几万那种，1毛钱都没有赚到啊，1毛钱都没有赚到。包括最近还是有人不信，我就用了一个视频号，我7天时间做到了4000订阅，然后每天也是有10几万观看量，1毛钱都赚不到。啊，这中间这些原因呢，其实我的很多视频都有讲过相关的一些原因。国内这些平台已经没得玩了，啊，对啊，每个人拿手机都可以拍抖音，那有什么用？嘻嘻哈哈，自嗨一下，感觉很爽，有钱吗？还是那句话，跟钱不相关的东西，不要花太多精力去浪费时间。一个人的精力跟时间都是有限的，那你在精力全部花在那方面之后呢，你就没有太多的心思去做一些真正应该去做的。国内的一些短视频平台还是什么东西啊，他们其实虽然说赚不到钱，但他们对视频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啊。那 YouTube 呢，它就是一个全民的一些平台，很多人不知道拍什么，那你自己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啊，一些比较有代表意义的说啊，我就是上班的，我就是富士康上班的，那你可以把你每天的一些吃饭的东西啊，还有就是在宿舍跟舍友的一些交流的一些心得也可以发上来呀，日常也可以啊，肯定能够得到一些观众的一些共鸣啊。你不要说我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没有一个人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对吧？那你能够找到那一部分的观众啊，他能跟你产生共鸣，跟你产生一些互动，那就表示你的视频是有价值的。那个时候就可以去慢慢的去做下来了啊。在 YouTube 呢，它是有1000个粉丝，还有4000小时的一个观看量，你就可以开通获利了。那开通获利呢，其实它也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广告费。那到后期的话呢，其实像现在的话，我这边不太看那个广告费了啊，更多的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收益，比如说有一些合作呀，有一些推广啊，这在后面它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变现的一个方法啊，所以不要太担心，说怎么变现，广告费多少无所谓啊。到后期你会觉得 YouTube 的广告费真的无所谓，他连我每天1个月吃饭的钱都不够。好了，今天可能还是有点不太习惯在洱海边上，这就是你们知道的洱海。等一下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很多想分享的还是没有太分享出来，大家还是看一下洱海吧。那我们有空了回到工作室之后，跟大家再慢慢分享更多的一些经验。好了，那今天视频到这边，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疑问的话，欢迎在底下给我留言。漂亮吧，我是智辉。